上一期中说到，路飞等人来到了1号船坞，乌索普被弗兰奇一家的人绑架，两伊贝利不慎丢失。卡普把梅利号里里外外仔细检查了一遍，带回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消息：梅利号已经修不好了。另一边，罗宾遇到了世界政府的谍报组织 CP9 的人，神秘消失，疑似被绑架了。本来开开心心的旅程，现在变得异常沉重。山治和小巴驾驶着布鲁漫无目的的在水上航行，希望能够不经意的看到罗宾。这一切太诡异了，和罗宾在一起的那个神秘人究竟是谁？两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罗宾的气味也诡异的定格在了某个地方，诡异的消失不见。如果没事就好了，可是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心头萦绕。山治想起之前那个海军大将青雉和他们说过的话，青雉说过和罗宾在一起的人下场都不太好，而且总会有一天路飞一会儿也会后悔的。山治的头脑很冷静，简单分析了一下，现在漫无目的的寻找也无济于事，还是先回到梅利号上再从长计议。如果罗宾没事的话，自己就会找回来的。路飞听到卡库的检查结果，仿佛就像听到医生给病人下了病危通知一样，原地愣了半天，突然崩溃大吼：为什么修不好？你们不是很厉害的船工吗？我们有很多钱。卡库打断路飞：这和钱没有关系，不管你出多少钱，那艘船都不能恢复原样了。不过那艘船居然以那种状态航行到了这里，也实在是让人佩服。梅利号最大的问题就是龙骨断裂，那是梅利号的致命伤。所谓的龙骨就是贯穿船头船尾一艘船上最重要的一根木材。造船首先从安置龙骨开始，接着才是船头木、船尾木、肋根木，一切的木材都是以龙骨为中心密切的排列组合起来的，这才组成了船。船骨架的根基龙骨是船的命根，它要是损伤严重的话是无法更换的，要维修它那就相当于重新造一艘船了。巴里看着路飞等人安静地说：综上所述，你们的船修不好了，现在你们的那艘船就像是一堆等死的积木而已，这就是事实。那么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造一艘同样的黄金梅利号。不过这一提议也很快被否决了，就像是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不可能会有一模一样的船，没有船工能造出一模一样的船。制作帆船的材料几乎都是木材，船的大小和曲线也都是由木材的形状决定的，因此即使看到同样的设计图，也不可能造出一模一样的船。就算是造出了相似的船，使用者也立刻会强烈的感觉到它与原来是完全不同的。路飞突然平静下来，船工的建议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眼前看到的都是和梅利号在一起的一幕幕。冰山给出了中肯的建议，梅利号这种三角帆的船已经是老式款，就算可以航行，以后用这种船出海也很辛苦，不如趁这个机会用修船的钱再去买一艘新的船。路飞低声说道：我不会换船的，我们的船只有黄金梅利号，如果修理的话一定可以继续航行。梅利号已经是草帽团的一员了，这不仅仅是一艘船，更是团队的伙伴，谁会想把自己朝夕相处手足同情的伙伴给抛弃呀？你一定要乘着他沉默为止吗？你这样还算得上是一船之长吗？冰山打断了路飞，冷冷地说道：该说的都说了，如果你们想要换船再来找我，我会照顾你们的。如果把手头的3亿贝利都拿出来，连最新款的船也能造出来。冰山的秘书卡利法拿出一张价目表交给路飞，上面有从新款船到二手船的全部样式和价格，可以作为选购的参考。这时有3个世界政府的官员闯入船坞来找冰山谈生意，冰山对他们十分厌恶，但是这3个官员脸皮很厚，缠着冰山不放，一定要谈谈所谓的对你很有利的生意。冰山无奈，只好将他们请到办公室，但是也并没有让他们得逞，一堆外交话术将他们打发走掉。像这样来自世界政府的骚扰，冰山已经不是经历1次2次了。在他的手中有世界政府急于想要得到的某种东西，不过世界政府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只能派遣谈判人员不断的骚扰试探。路飞和娜美躲在了木堆后面，路飞拎了拎装钱的箱子，感觉重量有点不对，二人哆哆嗦嗦地打开箱子，惨叫一声。让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2亿贝利凭空消失，仔细看看，箱子都是被调包的。从船工那里，路飞和娜美得知乌索普被弗兰奇一家绑架了，看来钱箱子就是被他们调包的。不过二人现在已经顾不得钱了，乌索普生死未卜，必须立刻找出弗兰奇一家，救出乌索普。
路飞来不及打听弗兰奇一家的位置，咆哮着冲了出去。娜美则从巴里那里打听来了弗兰奇工厂的位置，距离梅利号停靠的海岸靠东北的地方。这时路飞已经没了踪影。娜美可不想自己提着1亿贝利在街上寻找路飞，拿着1亿去找被抢的那2亿，这不相当于自投罗网吗？他驾驶着布鲁向梅利号靠过去，准备把钱先送回到船上再说。娜美驾驶布鲁一路狂飙，经过一座桥的时候，娜美突然看到了下面围了一群人，停下来仔细一看，娜美瞪大了眼睛。众人围观的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乌索普。娜美立即扑了上去，扶起乌索普问道：“是不是弗兰奇家干的？他们在哪里？”乌索普哽咽着说道：“对不起，是我太弱了，钱全都被抢走了，我没有脸去见大家，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将梅利号修好的。”娜美看到乌索普身上受了特别重的伤，不敢轻易移动他，将他放到街边靠墙的位置，不断地安慰乌索普：“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路飞他们一定会把钱拿回来的。”娜美骑着布鲁赶回梅利号去叫增援，摸着手边的1亿贝利，心头压了一块石头。乌索普丢失的那笔钱非常重要，不管是修船还是换船，整整2亿贝利都会解决不少的事情。但是现在伙伴的性命更重要，必须要保住乌索普的性命，才能考虑接下来的事情。山治和乔巴没有寻到罗宾，回到了梅利号上。索隆将卡库告诉自己的事情和2人讲了一遍，2人听后大为震惊。这种事情，草王团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无法接受。索隆无奈地说道：“虽然人经历风雨会变得更强，但是船不一样，积累的只有伤痛。罗宾丢了，梅利号也不行了。”大家的心情非常沉重，默默无语，各自思索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时，娜美提着1亿贝利的箱子找了回来。索隆3人得知事情的经过后，一起出发去寻找乌索普和路飞，留下娜美一个人守在梅利号上。3人来到乌索普被安置的地方，发现乌索普已经没了踪影。突然，船长路飞从天而降，直接掉进了水里。如果不是正赶上索隆3人在，海贼王到这里就大结局了。路飞这个憨批想学着卡库一样满天飞，结果没飞到一半就掉进水里。几个人会合后一商量，目标一致，找弗兰奇一家干一架。弗兰奇一家流氓团伙的头子弗兰奇终于出现了。从大家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弗兰奇一家急于用钱去换某个重要且价值不菲的东西，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钱一直没有攒下。这次抢劫了草帽团，存款瞬间暴涨了2亿，完全可以把那个重要的东西买下来。这个戴面具的奇怪大叔看着满满2箱子的钱，满意的称赞着自己的伙伴们，并且拿出500万贝利奖励大家开宴会。众人一片欢呼。突然一声巨响，弗兰奇之家的门被炸开，乌索普提着弹弓站在门前，把钱还给我。大家看到乌索普后一愣，随即发出潮水般的哄笑声。乌索普冲过来争夺箱子，弗兰奇提起箱子稍不一侧身，乌索普扑倒在地。众人的嘲笑声更响了。我倒是很欣赏你一个人来要钱的勇气，不过我是不可能把钱还给你的。乌索普忍着身上的伤痛，慢慢爬起身，怒吼一声：“这是用来修补梅利号的钱，怎么可能给你们？”弗兰奇冷漠地看着乌索普，大声笑了起来。为什么弗兰奇一家一直都以海贼为抢劫目标？因为抢劫海贼不仅可以获得悬赏金，还不会被问罪。难道海贼的东西被抢了，会跑去找海军告状吗？招来海军，被抓的也只是海贼。弗兰奇嘲讽地说道：“不走运的是草帽路飞，带着一个连钱都看不住的废物手下。”弗兰奇飞起一脚，将乌索普踢翻在地，交代手下们继续痛殴乌索普，自己提着钱准备从后面溜走。乌索普翻身起来，瞄准弗兰奇射出火药星。弗兰奇回身一拳头将火药星给打了下来。“你给我记住了，长鼻子，我的名字叫弗兰奇。如果你想活着离开这个城市，我是绝对不能惹的人。”弗兰奇嚣张地摆摆手，和2个美女秘书从后门离开。乌索普则被一群小老弟围住，又被痛殴了一顿。乌索普看着弗兰奇慢慢离去的背影，绝望地呐喊一声。路飞4人在弗兰奇之家的门外找到了被弗兰奇一家的小弟们再次贬得奄奄一息的乌索普。此时乌索普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好在尚且还留有一口气。路飞4人暴怒，摩拳擦掌，一起向弗兰奇之家走去。屋内的弗兰奇一家还得开开心心的开宴会。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屋里的小弟们也没有多想，一个大汉走过去把门打开，看到小小的4人组愣了一下，接着路飞的拳头就飞了过来，将这个彪形大汉一拳撂倒。面对突如其来的骚动，屋内的小弟们停止了喝酒狂欢，齐刷刷的将目光聚集在门口。
看到门口站着4个人，再仔细一看，众人不约而同地惊呼出来：“那是草帽路飞！”伟大航路前半段悬赏金过亿的海贼屈指可数，草帽路飞的大名早已传遍四海。这些人也算是道上混的，早就听过草帽一伙的大名，只是让人想不明白，明知道对方不好惹，却还要抢人家的钱，打人的兄弟，真不晓得这些人脑子里怎么想的。一个身穿铠甲的背心大汉偏偏不信邪，草帽路飞的名字再大，他也是一个人，我们可有一群人。俗话还说呢，双拳难敌4手，大家一起上，揍得他爬着出去。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话不多说，直接开打。路飞对着背心大汉一顿机枪乱打，但是拳头并没有触碰到对方。弗兰奇一家的小弟们一愣，随即连连嘲讽：这个铠甲连大炮都打不坏，只有白痴才会用拳头硬刚。路飞用机枪乱打，磨红了自己的皮肤，看上去就像是2档一样。接着，路飞瞄准铠甲的中心处，一招工程炮，不仅将彪形大汉撂倒，还将他那个号称大炮都打不破的铠甲轰出了一个洞。后面的小弟们用大炮搞偷袭，索隆一个箭步冲上来，连出几刀劈了炮弹，顺便将大炮也给砍了。这时，弗兰奇家的这小弟终于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眼前的这区区4人根本不是他们这些速落段位的菜鸡能刚过的，纷纷掉头向后门冲去。山治深吸一口烟，大步流星跳入人群就是一顿踢。乔巴则从另一个方向拦住逃跑的敌人，脚力强化后将众人放倒，让恶棍们体验了一把50倍力吉祥物的实力。一顿乒乒乓乓之后，一屋子的人瞬间就剩下了5、6个。这些平日里极其嚣张的地痞终于是怕了，其中一个赶忙跑出来哀求辩解：“你们想要钱是吗？想让我们还钱？被那个废物拿着的2亿倍力。”听到这儿，路飞的眼睛突然抽搐了一下，没等这个家伙说完话，就一拳头将他狠狠地怼了出去。路飞4人杀气全开，霸气侧漏：“你们可别逼逼了，我们根本不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路飞恶狠狠地说：“我要让你们尸骨无存。”弗兰奇一家都要吓尿了，害怕到了极限，只能硬着头皮拼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路飞4人足以把他们灭团。距离弗兰奇之家几百米之外的水上列车的车站，弗兰奇带着2个小老妹儿，提着2亿倍力，刚要登上列车，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路人们纷纷议论，那边应该是弗兰奇之家的方向吧。此时的弗兰奇还不知道自己的家炸了，还以为是兄弟们搞的烟火助兴节目，笑了笑，带着2个杀马特小妹潇洒地登上了进城的列车。也是心大，家里水晶都被推了，还有心情购物呢。弗兰奇一家直接被路飞4人拆成一片废墟。索隆和山治商量着先回到船上再做打算，现在就算想要找弗兰奇算账，也不知道那家伙去了哪里。等在原地的话，不知道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路飞站在高处眺望着大海，难得的一脸认真，一动不动。山治在下面招呼他一声，路飞却突然认真又悲壮地说道：“关于船，我已经决定了，在这里和梅利号告别吧。”我是谢风君，咱们下期见。